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哥。从前，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2户人家，富人家里很有钱，住的是大别墅，而穷人家里很穷，住的房子都是用泥土和石砖建造的。富人家的孩子很骄傲，而穷人家的孩子很谦虚。有一天，天有不测风云，穷孩子的父亲在外面工作时，因为一场意外便去世了。这对原本就是3口人的幸福家庭，现在却只剩下了他们母子俩。从此母子俩就相依为命。第二天，富孩子与穷孩子一起来到了同一所学校上学。在上课的时候，富孩子不爱听课，非常喜欢调皮捣蛋，可是老师根本就不会去管他，因为富孩子的妈妈给过老师很多钱。而穷孩子与富孩子不一样，他很认真地在听着老师讲课。穷孩子虽然非常谦虚，有时还会被别人欺负，但是他为了以后不被别人欺负，他每天只能认真地学习。有一天，穷孩子的母亲因为承受不住丈夫去世的压力，便在家附近的一道古井里跳井自杀了。当穷孩子得知自己的母亲跳井自杀了后，他的心里特别伤心难过。他飞速地来到了古井里，对着古井大哭了起来，嘴里说道：老天爷呀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不公平？到底为什么？从此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母亲的穷孩子，就这样成为了孤儿。现在的他只有努力学习，才能完成爸爸妈妈一生的愿望。第二天，富孩子和穷孩子又来到了学校上课。这时，穷孩子突然被老师分到了富孩子的班级上，老师还把穷孩子与富孩子分配坐在了一起。当富孩子看见穷孩子后，富孩子就对老师说：老师，你看看人家那么穷，我不想和一个没有父母的野孩子坐在一起。穷孩子听了富孩子的话后，他看了看富孩子，再看了看自己，于是穷孩子就没有选择开口说话，因为他知道人家的家境那么好，自己肯定是比不过他的。在这节课中，穷孩子一直都很认真的学习，而富孩子只知道顾着玩自己的玩具。第3天，富孩子又对穷孩子说：你看看你都没有父母了，你不应该伤心吗？为什么还是这么努力学习呢？恐怕你连学费都交不起吧。穷孩子又一次被富孩子说的话伤到了自己，可是他还是没有说话，而穷孩子只能强忍着眼泪不让他流出来。20年后，穷孩子因为很努力学习，从大学毕业出来后，在外面混得越来越好。后来他就在外面开启了一家大公司，当上了一家大公司的老板。但是他不忘初心，每天有空时，穷孩子就会去父母的坟墓前看看父母。而富孩子因为学习不好，最终没有考上大学，从学校出来后就混得越来越差。富孩子每天只能靠摆地摊卖点东西来支撑家庭，